深夜，寝室楼微信群有人问宿管阿姨怎么还没来查寝。阿姨平时为人特别负责，每晚熄灯前雷打不动的查寝，到点就锁门。大家正讨论间，203忽然发消息，阿姨死了。我嘎的，看到这条消息，我赶紧回复@203，这个玩笑不合适吧？虽然宿管阿姨严厉了点，可这么咒别人，我觉得挺不好的。我发完，其他女生也跟着纷纷吐槽。502@203，大半夜的别吓人，我胆子小。501，就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还看到他了。303，有病。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大4临近毕业的学生，虽然有5层，但实际上只有几间宿舍住了人。我找的实习单位离学校很近，便一直住校。在大家的一片指责后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203，大半夜的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啊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难道是失恋了，或者毕业论文不顺利？我对203有点印象，她很漂亮，好像是艺术系的。我正想着，便见她又发了条消息：203，没开玩笑，真嘎了。说完，他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只见阿姨正坐在她的单人床上，她身上穿着的睡衣全是大片的血迹。最可怕的是宿管阿姨的脸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瞧着拍照的人。看完照片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203，她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嘎人呢？受到惊吓的不止我一个，一瞬间所有人都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203又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嘻嘻，刚看完鬼片有点害怕，忍不住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吓唬一下你们，别介意呀。说完，他接着发了张照片出来，点开一看，是一部最近很火的恐怖片截图。我感觉有些无语，这种玩笑可不怎么好笑，尤其是现在都11点多了。不过没事就好。可是那张照片怎么解释呢？想了想，我在群里问了出来：刚刚你发的照片怎么回事？阿姨平时挺严肃，我不信她会配合203摆拍这种照片，就为了跟我们开个玩笑。你忘了去年万圣节吗？当时整个学校搞活动，宿管阿姨为了参与优秀宿舍楼评选也参加了，我是那时候拍的。她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万圣节的时候，在学生会的组织下，学校搞了一场很大的活动。那天我本来也想参加的，但刚好遇上闺蜜生日就出去了，便错过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其他人也在群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502，你吓死我了，下次别开这种玩笑了。501，有毛病吧？自己害怕就来吓我们，有没有公德心？见没事后，我又接着开始玩游戏。刚打完一局王者荣耀，忽然有人私聊我，是一直没说话的201。小将，我怀疑真的出事了。去年万圣节我跟宿管阿姨自拍过，我刚刚翻了照片，她那天穿的不是这身衣服。打开她发来的照片，我只觉眼前一黑。她说的没错，去年宿管阿姨穿的不是那套蓝色睡衣，而是白色的。照片里她身上和脸上虽然也是血迹斑斑，可是从她的血迹和妆容来看，能看出是化的妆。而刚刚203发的照片里，阿姨身上却很像真的血。我的心一下子又悬到了半空，我急忙去翻203刚刚发群里的照片，准备再仔细对比一下。只可惜在群里人骂完之后，他就火速撤回了。201，怎么办？要报警吗？可是没有证据，如果报警，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虚惊一场，以后同学间见面难免尴尬。可不报警的话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要是宿管阿姨真的被203杀了，现在大半夜的，宿舍门也锁了，那我们其他人会不会是他下一个目标？思来想去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忙问201，你们系的辅导员是不是就住1楼？听说上个月因为教师宿舍满了，我们这栋暂时住进了一个新闻系的男辅导员，学校为了不影响我们，男辅导员被安排在1楼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搬走。我一提醒，201也想起来了，我有他微信，我问问，他就住1楼，我让他去看一下。201说完，我忙补了一句，先等一会儿，万一203也在1楼呢？如果203一直在1楼没走，那辅导员现在过去也很危险。我跟201一起煎熬的等了一会，直到10分钟后，201再次发消息过来，203他应该在房间，我听到他房间里有短视频的声音，还有他们房门有点问题，平时开门声比较大，要是他刚刚去1楼，我应该听得见开门的声音。既然人在，说不定是我俩想多了，更何况谁嘎了人还说出来，又不是疯子。过了一会儿，201发了张照片过来，我一下子认出来这是阿姨的宿舍，她正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头上还有块湿毛巾，脸上也没看到血迹。辅导员刚刚看过了，说阿姨没事，她发烧了，所以今天没上来。阿姨让辅导员等下帮她查个寝。原来是这样。201说完，又在大群里发了一遍，阿姨生病了，让我们系的辅导员帮忙查寝，她等下会上来，大家都回自己宿舍吧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洗漱完正准备接着玩游戏，忽然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同学你好，查寝，麻烦开下门。
好的，老师等一下。我正准备开门，忽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。学校规定，查寝要求必须男女老师共同一组，女生宿舍就由女老师进去检查卫生，男老师门口站着，反之亦然。有时候女老师有事，那么男老师就隔着门清点人数，一般不会进女生宿舍，我们也不需要开门。我记得楼下住的那个辅导员来学校好几年了，按理说他应该知道这个规矩的。想了想，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，这次声音比刚才快了很多，似乎等在门口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。402的同学，你睡了吗？麻烦开下门。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跟他之前对接工作的时候，他几乎消息都是秒回，就算上课也不例外。可现在怎么过去这么久了都没动静？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。402的同学，麻烦开下门。开还是不开？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，想了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蹩脚的理由。老师，我在卫生间，脚抽筋了，现在动不了。为了不让他拆穿，我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让他以为就是从卫生间传来的。只听他说道：好的，那我先去楼上，等会儿再下来。等到脚步声走远，我一下子冲到了卫生间，然后把门反锁。接着我开始给201打语音，响了半天都没人接，我的心一沉，难道真的出事了？我正准备报警，忽然201回消息了，进来了。他也去了203，说没什么异常。我刚刚洗澡去了，没看手机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跟他打个语音，这样才放心些。刚准备打，忽然间我被拉进了一个新的群。我一看，群里有303、我501和502。一进群，我就看到303发了一条消息：小心201。我的心一紧，忙问为什么。303回我下去拿外卖的时候，看到他跟一个男人一起进来了。男人303接着发，我记得她有个男朋友，是校外的混混。我怀疑刚刚查寝的不是辅导员，是她男朋友。不是吧？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想了想，我问他：你确定吗？刚刚辅导员进你宿舍没？没有，我不敢开门。看来他跟我一样，察觉出了不对劲。我俩说话的功夫，我发现501和502一直没动静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。于是我忍不住提醒501、502，小心查寝的辅导员，不要给他开门。我话落，忽的楼上传来一阵惨叫声，不知是谁发出的，凄厉又急促。我的心一下子飞快跳动。501、502，你们还好吗？出什么事了？303，怎么了？402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看来他没有听到惨叫声。我正要接着说，501回话了，没事，我在看恐怖片。502跟我一起呢。502，对，我俩在一块儿。刚刚没看手机，辅导员已经查完寝下去了。502说完，在群里发了张照片。他拍的是501，只见501坐在凳子上，脸朝着笔记本方向。不对，怎么又是恐怖片？好端端的，今晚怎么个个都在看恐怖片？我正想着，303已经私聊我了，你刚刚怎么这么问？我忙回，我怀疑他们出事了。刚刚我听到了惨叫声。303，你赶紧来我这里，我们宿舍有2道锁，很安全。假如501和502真出事了，不管外头的辅导员是真是假，我现在都非常危险。这么看来，他宿舍是比我这里要安全点。我正焦虑间，303又继续催我，快点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来我这里，我们一起等警察来。我咬咬牙，拿起手机和充电器，便准备夺门而出。再不走，说不定就轮到我了。忽的手机又来了新的消息，是201发来的，不要相信303，他宿舍藏了个男人。不等我说话，201又发来了新的消息，303的男朋友是个混混，他现在就在303宿舍，你千万别过去。说完，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主角的确就是303，在他旁边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低着头。201又发了条消息，我没骗你，你看照片右上角的时间，赫然就是今天。我再联想到刚刚的那个男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303很可能就是他的帮凶，那他让我去他宿舍，就是为了骗我出去。我抿了抿唇，那么你呢？你还是201吗？这句话发完，那边没有回复，而我再也不敢犹豫，马上报了警。我在东南科技大学老校区4号宿舍楼，现在外面有一个杀人狂，可能是2个，求求你们快点过来。报完警后，我稍稍冷静下来，我忙把宿舍里的桌子推到了门口，将门堵住。过了一会儿，外头又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又有人敲门了，咚咚咚。同学，5楼查完了，麻烦你开下门吧。一想到501和502可能都被他嘎了，我吓得牙齿都在打颤。我战战兢兢地回：老师不用开门了吧？我们宿舍就我一个人，你也听到我的声音了，我现在很安全。我说完，门外的男人笑了一下，那笑声很轻，带着明晃晃的嘲讽。怎么不用？501和502也说不用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只能干巴巴地顺着他的话问：怎么了？没办法，既然他们不听话，不肯开门，
我只好亲自开门进去了。话刚落，房门就是一声巨响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砸门。我壮着胆子，小心翼翼地透过猫眼去看外头的男人。他穿着一身全黑的衣服，戴着帽子和眼镜。只见他正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，用力地砸门，而那把斧头上还带有鲜血。我下意识地按住房门，对着门外喊道：“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叔叔很快就要来了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是我的身体在不停地打颤。忽然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男人砸门的声音停止，他接听了语音。他滑动语音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了，是203打来的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就下去。说完，男人就匆匆离开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琢磨着，不一会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，我的房门也被再次敲响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正是303和他的混混男友。402，救命！快开门，求求你了！怎么办？救还是不救？这是201再次给我发来了消息，不要开门，千万别给他们开门，外面危险。我正看着手机，只听门外303的男友发出了惊恐的声音：“你别过来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”接着传来一声惨叫。当我再次看向猫眼，发现303的男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嘎人的正是刚才那个拿着斧头的男人，而他身后跟着的人正是203。随后他又举起手中的斧头，瞄准了303。90岁的奶奶胃口突然越来越好了，她一个人能吃掉3大盆肉。可有人却评论道：“这根本就不是你奶奶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乃是网上的网红奶奶，她今年已经90了。由于我奶的胃口奇好，所以被人亲切地称为吃货姥姥。今天我奶准点开始直播，她面前是满满一盆牛肉。我奶咧开嘴，笑着说道：各位小朋友们，晚上好啊！今天姥姥给你们直播吃牛肉。直播间很快就涌入了一批我奶的死忠粉，来看吃货姥姥直播了，下饭神器。我孩子之前吃啥都没胃口，看了姥姥直播后，炫了2碗饭。我笑眯眯地看着这些弹幕，可有一条弹幕却显得格格不入：还什么吃货姥姥呢？这分明就是一只黑熊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我奶不识字，所以也看不懂这些弹幕。他大口地吃起了牛肉，这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黑熊，你奶早被黑熊给吃了。我有些生气，这人是有病吧？直播间我奶的粉丝也开始堆起来，你这么攻击姥姥有什么目的？姥姥这么可爱，你竟然说她是黑熊，别理她。家人们，这种人就是找喷的。那人又说话了：呵呵，我杀了一辈子黑熊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奶奶是不是以前也没这么能吃，突然胃口变好的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1个月前突然这样的吧？我愣住了，因为我奶的确是1个月前的某一天，胃口突然变得特别好。仔细想来，好像是我奶旅游回来之后。之前奶奶和寻常的90岁老人一样，胃口一般，可旅游回来之后，她不仅胖了1圈，就连精神和胃口都好了不少。我偶然给她拍了几个视频，传到网上就火了。吃货姥姥还真的是1个月前才开始直播的哎，这有什么？随便去看下直播日期不就知道了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一套骗人呢？直播间的网友开始为我奶打抱不平，那人却不依不饶：你奶奶是不是连作息时间都变了，昼夜颠倒了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才起来活动？我一愣，那次旅游回来后，我奶的作息时间一整个大改变，从原来的早睡早起，变得比我还能熬夜。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这样，我奶笑呵呵地说道：之前团里有好几个年轻人，跟他们在一起久了，我也想试试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一开始我爸妈还担心我奶的身体，可时间久了，我奶非但没有虚弱，反而精神头越来越好，人看上去也年轻了不少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越来越多，我奶眯着眼睛问我：丫头，直播间的人都在说什么啊？我连忙找了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：奶，他们都在夸你呢。我奶听后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。那人又发了新的弹幕：你奶奶的嗅觉也变得非常灵敏，我说的对吧？他的确没说错，奶奶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。有一次我半夜进她房间，想看看她被子有没有盖好，我明明已经特意放轻了脚步声，可还是被我奶发现了。她朝我笑着说道：丫头，你站在门外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。这种巧合让我有些不安。那人又说：你奶奶也是从1个月前长出了新牙齿和毛发的，对吧？我看了一眼吃得正欢的我奶，她露出的牙齿十分锋利，比正常人要尖很多，完全就不像是一个90岁的老人。这人说的没错，我奶旅游回来后，牙齿和身上的毛发全长出来了。我虽然纳闷，可这对于我奶来说是个好事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现在种种巧合都被这人一一说了出来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直播间有网友找出了我奶1个月前的视频对比，我去，虽然我觉得这个青云道长在胡说八道，可吃货姥姥1个月前的视频里，的确牙齿都掉光了，还真是。这个道长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怎么可能有老人短短1个月长出了新的牙齿啊？大家别听这个清风胡说八道，本人医学生，老人重新长出牙齿是有先例的。
虽然这种情况微乎其微，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可是你们没人觉得吃货姥姥的瞳孔大小都变了吗？我刚看了作者最早发的视频，那时候姥姥的瞳孔可没现在这么大呀。别说了，我真的害怕。我越看姥姥的眼睛越觉得吓人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开始乱作一团，我只能提前结束直播。我奶还有些不解，丫头，我才刚开始吃啊，怎么就关掉了？还有很多胃口不好的小朋友等我下饭呢。我盯着我奶的眼睛，发现她的眼睛的确和之前有些不一样。之前奶奶的瞳孔分明是正常人大小，可现在她的瞳孔却看着又黑又大，分明就比之前大了1倍。老实说，的确十分瘆人。我奶吃完一盆肉后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她咧嘴笑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牙齿好像比之前更尖锐了一点，乍一看更像是某种野兽的牙齿。丫头，我还饿，再给我煮一盆肉吧。现在我奶的食量都已经超过我们全家食量的总和了。奶，你吃太多了，睡前吃这么多不太好的。一瞬间，我奶的脸色变了，她的瞳孔眯成狭小的一条线，直勾勾地瞪着我。不过很快，奶奶恢复成了平时和蔼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丫头。我奶笑眯眯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等我奶回房间后，我收到了清风道长给我单独发来的私信。黑熊身上是有异味的，就算他穿了人皮，还是掩盖不住身上的臭味。你奶奶是不是在1个月之前开始喷香水了？我心里一惊，这件事也被他说中了。我奶的确从旅游回来后就开始喷香水，我妈还打趣她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头子了。我后背越来越凉。她得不到满足后，迟早要对你们家里人下手。这种黑熊叫做人面熊，吃人之后会钻到人皮里，它吃了脑子之后还会有原来人的记忆。我之前遇到过人面熊，他伪装成原主人，跟他的一对妻女生活在一起长达3个月之久。最后我赶到的时候，那只人面熊已经不见了，家里只剩3张腐烂的人皮。我追了这只人面熊有1年之久，我怀疑你奶奶就是我追的那只人面熊。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姑娘山附近。看到姑娘山这3个字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因为我奶跟团旅游的地方就是姑娘山。冷汗从我额头冒出，难道我奶真的是人面熊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等会儿在她的房间里放一块生肉，黑熊是无法抵挡肉的诱惑的。我颤抖着回复道：道长，要是我奶真的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带你爸妈逃得越远越好。人面熊一旦定下了想要追杀的目标，就会一直追杀你们。如果你奶就是我一直追踪的那只人面熊，这熊已经吃了很多人了，它实力很强，我拿它也没有办法。我决定先按照这个清风所说，在我奶房间里放一块生肉试试。我强忍着困意，熬到了5点多，天都已经亮的时候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我奶房间口。我奶应该已经睡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我奶打着巨大的呼噜声。我把生肉放在她床边不远处的角落里，那块生肉血淋淋的。如果我奶不是黑熊，她肯定是不会吃的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瞥见我奶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她面无表情地斜着眼睛看着我，眼睛像是冒着绿光。丫头，你一大早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呢？我奶半眯着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问道：奶，我过来看看你踹被子了没呢？你忘记前几个月你半夜踢被子，感冒了半个月，把我们都快担心坏了。我连忙挤出一个微笑。我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我现在早就不会踹被子了。倒是你在我房间里放了什么东西？我奶吸了吸鼻子，我没想到她的嗅觉这么灵。那肉我藏在角落里，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睡不着，大黄一直吵我，我想拿肉喂它呢。来你房间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了。我只能把生肉拿出来。当我拿出肉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我奶的瞳孔变得似乎更大了一点。我分明看到她吞咽了好几口口水。我的心沉了下来。这生肉闻着十分腥，普通人闻着都觉得恶心，可看我奶这样子，像是十分渴望一样。我奶眼珠子转了转，我这昨晚就没吃饱，看见你这肉又饿了。丫头，你给我煮点肉吃吧。我故意把生肉递到我奶跟前，我奶却露出抗拒的表情。这生肉臭死了，难怪我一下就闻到了。她脸上的嫌弃十分真实。好，我这就给你煮肉去。我心有余悸地来到厨房，把这事告诉了清风道长。清风道长也没睡，很快回复了我。看来这只人面熊已经吃了太多人，智商变得更高了。它甚至懂得忍耐，抵抗肉的诱惑了。它每吃掉一个人，智商和力量就能变得更高。等它吃腻这些肉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对你们下手了。我着急了，道长，那怎么办啊？还有一种办法，我给你寄一袋我专门研制的对付人面熊的毒药。人面熊警惕性非常强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靠近它，但你有下手的机会。可这种毒药是不可能一次性杀死它的，只能让它更虚弱，我就能对它动手。
我愣住了，因为现在我心底只是有些怀疑而已。可让我真的给我奶下毒，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清风道长见我迟迟没有回复，便回道：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这样吧，你去看看你奶脖子后头是不是有个伤口，人面熊钻人身体里头也不会毫无痕迹，那伤口就留在后脖梗处。我刚准备回复清风道长，瞥见玻璃门内站着一道身影，我奶就站在厨房门后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知道站在那儿多久了。我一激灵，奶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？我奶脸上挂着一种十分古怪的表情。丫头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动物走路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一股恶寒从我脚底升起，直接窜到脑袋顶上。我奶却笑了，瞧你脸上的表情这么难看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别人都说这人越老啊，就跟猫儿一样走路没声了。我奶自顾自地说着，又吸了吸鼻子。丫头，好香啊！她盯着我，咧开嘴微笑着说道。我突然觉得奶奶笑起来有些吓人，牙齿似乎变得更加尖锐了。我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在说肉香，还是在说我香。我听到奶奶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叫声，她看着锅里的肉，几乎双眼冒出了绿光。奶，这肉还得再煮一会儿，还没熟呢。可我奶却仿佛饿得受不了了，直接就把肉捞了出来。她像是完全察觉不到烫一样，把半生不熟的肉全塞在嘴里。我奶狼吞虎咽地咀嚼着，甚至连骨头都被她嚼得咯嘣作响。看见我奶这种瘆人的样子，我愈发的倾向于这是那个人面熊。她背对着，佝偻着身子，正在大口吃肉。我悄悄地靠近她，我要看看她脖子上到底有没有伤口。我奶声音突然阴沉地说：丫头，你想干什么呢？我连忙说道：奶，你脖子上有个蚊子，我正准备帮你弄掉呢。我奶缓缓地说道：是吗？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她主动掀开了自己的头发，我看到她脖子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伤口。这一眼，我彻底松了口气，这说明奶奶根本就不是人面熊。丫头，你这2天怎么看着都怪怪的呢？我冲她笑了笑：奶，这肉半生不熟的，你吃了会生病的，我再给你煮煮。见我这么说，我奶也听话的坐到沙发那边去了。我给清风道长发去了私信：道长，我看了我奶的后脖子，没有伤口，她不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。不可能，你奶绝对是人面熊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如果她脖子上没有伤口，那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她穿了2张人皮。我觉得有些无语，这清风道长说话咋越来越玄乎了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收到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的私信。这个陌生人网名叫职业猎熊人。你好，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清风道长的人私信了你？他还告诉你，你奶奶是一只人面熊，你可千万不要信这个清风道长的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愣住了，这反转来得太突然。清风道长原本是我师弟，我们一直在追踪一只人面熊，这只人面熊是我们遇到最狡猾的一只，我们一路追到了姑娘山附近，可就在那，我和师弟失去了联系，他失踪了。等我再看见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被人面熊吃了，人面熊穿上了他的人皮。你奶上个月去过姑娘山，对吧？人面熊这精怪对看上的食物非常有执念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就盯上你奶了。不过他没找到机会下手，他是不是问你要地址了？我心底一凉，清风道长的确问我要了地址，说要给我寄他研制的能毒倒人面熊的药，但我没给他。一旦人面熊知道了你奶在哪里，他就会过来吃掉你们一家。我没有办法对付这只人面熊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他地址。我感到毛骨悚然，难怪清风道长能知道这么多细节，原来他就是那只人面熊。你们一家已经被人面熊给盯上了，千万要小心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人面熊这种东西有一个弱点，他们是靠嗅觉来辨别人的，但视力非常的一般。我杀不了人面熊，但我有法子可以让他暂时找不到你们。你去找一只刚出生绝夭折的黑狗，记住必须全身是黑色的，一根白毛都不能有，用黑狗血涂在身上，就能暂时掩盖你身上的气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帮我，刚巧我邻居家的黑狗生的小狗崽死了，这夭折的黑狗有了，邻居也不知道我拿狗有什么用。我只说了最近对标本研究有点兴趣，不过邻居看着我欲言又止。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？徐姐看了看我，又往我身后看了看。小苏，你家没出什么事吧？可能也是我眼花了。前段时间半夜我刚好睡不着，起来喝水，我就看见你家2楼的窗户大开着。那天是雷雨天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忘记关窗了，正想着要不要去提醒你们呢，我就看见一个黑影从窗户里爬了出来，黑乎乎的很大一团，我当时吓坏了，因为那玩意看着实在是像。徐姐的脸上露出一丝恐惧的表情。黑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熊，可是却长着人的脑袋。我整个身子都僵硬住了。徐姐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黑熊？有可能眼花了，因为那熊长着人脑袋。徐姐的表情也变得不确定起来。那你看清那张人脸了吗？我紧张地屏住呼吸。那东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我没看见过他的正脸。回到家里后，我魂不守舍，惴惴不安。如果那只人面熊早就已经找到我家了，为什么不对我们动手呢？难道有其他恐怖的原因？